万年前的上古之战是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艾泽拉斯，但他们被艾泽拉斯的防御者们击退了。万年后的第一、二次大战是燃烧军团寄希望借兽人之手铲除艾泽拉斯的防御者，来达到他们再次入侵艾泽拉斯的目的。但是兽人也最终被联盟击败了。而时隔10余年后的第三次大战，有了前2次失败经验的燃烧军团做了充分准备。他们创造出巫妖王和天灾军团，并成功的清除了东部王国上的大部分防御势力，甚至天灾军团还将部分燃烧军团精锐带到了艾泽拉斯来。眼看在东部王国上的威胁已经清除完毕，于是燃烧军团便准备执行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前往卡利姆多大陆夺取在海吉尔山的第2口永恒之戟。如果他们能够成功，便能利用井中的能量，将所有的军团成员带到艾泽拉斯来。届时，整个艾泽拉斯星球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然而在他们的计划中，始终低估了艾泽拉斯军民们的反抗决心，还有那个名叫麦迪文的法师。大家好，我是4213，今天我们接着来讲《魔兽争霸3》的故事。书接上回，自从科尔苏加德将燃烧军团带到艾泽拉斯的那一刻起，麦迪文就已经感知到了。他知道恶魔很快就会对卡利姆多发动入侵，为了抵御恶魔，麦迪文必须尽快将人们团结起来。此时，部落与联盟的余部都先后来到了卡利姆多大陆上。在部落这边，萨尔与他的族人先一步登陆了，但由于兽人的舰队不熟悉海壁情况，并且还遭受到了海上风暴的影响，萨尔先是和格罗马什及战各氏族走散了。后来在穿越大漩涡时，他们又损失了许多舰船，所以部落这边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团糟。相比之下，吉安娜所带领的联盟幸存者舰队就要走运许多了。虽然他们出发的时间比兽人晚了不少，但由于人类比较熟悉海域情况，且一路上都风平浪静，所以其实并没有落后兽人多少。麦迪文知道要将这2个阵营团结起来会十分不易，因为在过去他们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仇恨，所以他想引导双方的领导人面对面的进行谈判。等到那时，他再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服他们为了艾泽拉斯的未来放下彼此的分歧。麦迪文选择把10爪峰作为萨尔和吉安娜的见面地，因为那座山峰位于海加尔山的西南方，那里弥漫着魔法的力量。麦迪文将这里选作他战时的居所，以供他恢复魔力。虽然在编年史中提到麦迪文将萨尔和吉安娜引向了10爪峰，但是没提到具体是怎么引导他们的。根据沃3的剧情猜测，麦迪文很有可能是借牛头人酋长凯恩之口，充当起引导萨尔的职责。而至于吉安娜嘛，则很有可能是吉安娜自己调查到10爪峰弥漫着魔力，也有可能是麦迪文给吉安娜托过梦，就像当初他在梦中与萨尔相见时那样。说回到主线上来，在卡利姆多东部的海岸线上，联盟与部落都在向着内陆方向探索。这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无论食物和水源都很稀缺。尽管前往内陆的行程非常艰苦，但部落与联盟都相信，那位先知将他们引至这片土地上必定有其原因。在部落这头，刚来到卡利姆多后不久，萨尔就在岸边发现了那些在暴风雨中失踪的船只残骸。他推测格罗马什和战各氏族在风暴中活了下来，并早他们一步到达了卡利姆多。看来格罗马什等人已经自行出发了，于是萨尔便继续带领族人向内陆深处探索，希望能尽快找到部落的其他成员。然而还没等萨尔等人找到格罗马什，他们就陷入了一场战争。部落先是在地上发现了牛人和马人的尸体，后来又从马人手中救下了几个牛人，接着他们又发现马人正在做战前准备。之后牛人酋长凯恩出现在了兽人面前，凯恩告诉萨尔自己是牛头人的酋长，他夸赞了兽人在与半人马战斗时的英姿。萨尔也礼貌地回答他们是兽人，到这里来是来寻找他们的命运的。凯恩当然不知道兽人们的命运在哪，不过他倒是知道在北方有个神域，这也许会对兽人有帮助。听到北方，萨尔立刻告诉凯恩，他刚刚看到有支半人马部队在向北方进发。凯恩惊呼不好，他的村子会有危险，于是便立刻回村防守了。萨尔为了继续追问有关神域的线索，决定和凯恩一起守护他们的村子。萨尔解决了半人马的袭击过后，凯恩向兽人表达了谢意，并向萨尔解释了他们一族与半人马种族的种种矛盾。这2个种族间的矛盾持续了非常之久。野蛮而好战的半人马以狩猎牛头人为乐趣，可体型魁梧、心地纯良的牛头人也不是那么好惹的。每当半人马种族主动挑起战事，他们都会让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喜欢战争。每次牛头人的家园被半人马践踏过后，牛头人都会被迫离开之前生活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多年以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而这次也不例外。凯恩决定带领人民去葱郁的莫高雷地区生活，
萨尔看出了凯恩的难处，并提出如果凯恩能告诉他神域的所在，部落将一路护送凯恩的部队，而凯恩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在护送凯恩部队一路沿贫瘠之地向莫高雷进发的途中，萨尔感受到这片土地风景宜人，很像他们的兽人故乡。凯恩表示，这一切都是他们敬畏的大地母亲的鬼斧神工，如果能在这里生活的话，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命运。萨尔认同凯恩的说法，他觉得兽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家园。萨尔的这个想法也为日后奥古瑞玛的建立埋下了种子。二人正说着，突然有士兵报告，有一群半人马正向他们袭来，看来是时候结束闲聊，继续上路了。部落一路护送牛头人，使他们免受半人马的突袭。在这一过程中，萨尔偶然遇到了战歌氏族的士兵。士兵说，格罗马什派了一支小队来寻找大酋长，但是这些半人马的攻击让小队走散了。这一情报让萨尔得知他们的前进方向是对的，以后总能找到格罗马什的。不过当前还是要以护送凯恩的部队为第一目标。北上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许多当地生物的攻击，好在这片贫瘠之地上也有供他们休息的3片绿洲。在护送牛头人前往莫高雷的路上，萨尔与凯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互相欣赏尊敬彼此，两个种族并肩作战，消灭了一波波来袭的半人马。凯恩更是用大地母亲之怒埋葬了海量的半人马士兵。这场败仗使得半人马部族再也不敢将牛头人当作随意欺凌的猎物了。这一战宣告牛头人四处流浪的历史结束了，他们将不再流浪，而是以莫高雷作为他们的固定居所，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家园。在战斗结束后，凯恩向萨尔表达了谢意，并说那个传说中的神域就在北方的十爪峰山洞里。凯恩向萨尔提供了补给，还派了一些强壮的士兵帮助萨尔前往十爪峰。说完部落的情况，现在再让我们看看联盟这头。眼下吉安娜和他的远征队也在向着十爪峰方向前进。在来到十爪山脉附近时，战歌的兽人突然向他们冲了过来，带领这些兽人的正是格罗马什地狱咆哮。原来在吉安娜率远征队于灰谷附近逗留时，他们就已经被战歌氏族盯上了。格罗马什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会出现他们的宿敌人类，于是便派斥候跟踪观察了联盟一段时间，直到联盟来到了十爪山脉附近，格罗马什才向人类发起了攻击。虽然人类远征军没有受到多少损失，但这次遇袭却让联盟远征军震惊不已，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想到会在卡利姆多碰见兽人。吉安娜不想与兽人过多纠缠，于是便带领联盟大部队沿十爪山脉向上前行，同时在山脚处留了一些部队断后，以防兽人继续追击他们。一段时间过后，萨尔也带领部队来到了十爪峰的山脚下。刚到这里，他们就发现格罗马什和战歌氏族正在与联盟部队战斗。萨尔一边带兵支援格罗马什，一边诧异为什么这里会有联盟的部队。在帮格罗马什打退了这里的联盟后，萨尔急忙询问格罗马什是什么情况。格罗马什回答，人类大概是和他们一样渡海而来的。联盟的领头人普罗德莫尔封锁了去十爪峰的路。然而萨尔也要前往十爪峰，可是他不想与联盟为敌，让自己的人民陷入到战争之中。于是萨尔命令格罗马什不要理会那些联盟，自己会派斥候另寻上山的路。格罗马什允诺了大酋长萨尔的命令，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向人类发起了攻击。萨尔隐约察觉到在战歌兽人身上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似乎他们变得更嗜血，更具有攻击性了。对于格罗马什引来的人类，萨尔也只能被迫加入战斗。一段时间过后，萨尔的斥候找到了中立地精飞艇，这将会成为他们通往十爪峰的交通工具。然而格罗马什却认为，真正的战士就应该从联盟的防线中一路杀过去。这番说辞以及格罗马什一次次违抗萨尔命令攻击联盟部队的行为，让大酋长非常愤怒，忍耐也到达了极限。萨尔的斥责让格罗马什变得躁动不安，他感觉到好像有恶魔就在他们附近。实际上格罗马什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提克迪奥斯和马诺诺斯已经来到了卡利姆多的灰谷附近。正因为战歌氏族之前跟踪联盟去过了灰谷，所以他们才变得如此躁动嗜血。然而没有上帝视角的兽人们谁都不清楚这一情况。为了防止格罗马什再继续搞事，萨尔派格罗马什和战歌氏族前往灰谷深处，命令他们在那里建立哨所。萨尔的本意是想让繁重的劳动分散掉他们嗜血的渴求，然而这一举动却令战歌兽人变得更加狂躁了。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格罗马什和战歌兽人还是遵从了大酋长的命令。在来到灰谷后，格罗马什抱怨道，萨尔竟然派最勇猛的战士来干体力活，这是对他们的严重羞辱。此时战歌士兵前来报告，这片森林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就好像他们被什么人监视了一样。可格罗马什却不这么认为，他继续指挥士兵疯狂地砍伐树木，开辟出大块空地建造哨所。实际上，兽人并不知道这片森林是暗夜精灵的土地，暗夜精灵一直在监视着兽人的一举一动。当看到兽人在砍伐他们的森林时，暗夜精灵们再也忍不住了。剧情发展到这里，编年史原文用了一大段文字来讲述发生在万年之前的上古之战，但由于这段故事我在编年史第一卷的视频中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一段呢就跳过了。想看的朋友可以去翻一下之前的视频，这里我只简要述说发生在上古之战后的事情。在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事结束后，古卡利姆多大陆四分五裂，其中最大的2块陆地就是如今的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战后的暗夜精灵都聚集在了卡利姆多的海架山上，为了保卫边境，泰兰德与风建立了一支名为哨兵的武装部队。哨兵们在海架山和灰谷等地建立了许多的哨所，而他们的古老盟友奇美拉、精灵龙、树人、树妖、林地守护者以及塞纳留斯这样强大的荒野之神，都在帮助暗夜精灵清除燃烧军团的残部，并一直小心警戒着燃烧军团的再度入侵。然而万年的时间过去，他们的警戒并没有延伸到遥远的东部王国。在天灾瘟疫入侵东部王国之初，德路伊便感知到一种邪恶的瘟疫正在杀死东部王国的野生动物。他们本打算借助翡翠梦境的力量阻止这场疫病，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德路伊将此情报告诉了暗夜精灵领导者之一的泰兰德，可他却仍然坚持在海架山附近防守。虽然他没有对发生在无尽之海彼端的瘟疫进行干预，但他却隐约地从这场瘟疫中感受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那似乎是与燃烧军团有关。当哨兵将外来者闯入灰谷的消息告诉泰兰德时，他一度以为是燃烧军团回来了。后来得知那些外来者并非恶魔之后，他多少感觉到了一丝安慰。泰兰德正确地判断出人类和兽人都是为了逃避天灾瘟疫而来到这里的。哨兵们还告诉泰兰德，在十爪山脚下人类与兽人的战斗，泰兰德看出这2个种族之间似乎有着血海深仇，他不想插手干预这2个外来种族的战事，便命令哨兵们继续在远处进行观察。现在再说回到之前的剧情上来，泰兰德希望这些避难者只是路过灰谷，然而他错了，战歌兽人又返回了灰谷砍伐森林。对于这些破坏森林的鲁莽生物，泰兰德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不愿再容忍他们的存在。接下来，哨兵们向格罗马什和战歌氏族发动了攻击。哨兵们的攻击之猛烈，不亚于兽人面对过的任何敌人。但是这并没有吓到格罗马什和他的战士，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兴奋，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期待着与旗鼓相当的对手奋力一战。虽然兽人也曾一度击退过暗夜精灵，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并且暗夜精灵还有荒野之神塞纳留斯的相助。其实塞纳留斯一直都在森林中注视着这些外来者，他闻到了这些兽人体内涌动着恶魔之血，在他眼中这些绿皮生物都是军团的仆从，于是他与暗夜精灵一起向兽人发动了攻击。塞纳留斯召唤出许多树人来与兽人作战，面对暗夜精灵和他们的森林盟友，兽人毫无胜算。虽然他们的战斗欲望没有丝毫减退，但似乎败局已经注定。就在绝望来临之际，跟随格罗马什的巨魔巫医感知到，在森林深处散发着一股黑暗的能量。格罗马什意识到这可能是打败塞纳留斯的关键。接下来，兽人顺着能量来源找到了森林中的隐秘之所，守卫在这里的是一种古老的恶魔生物萨特。格罗马什率部队击败了这些萨特，找到了黑暗能量的来源，装着恶魔之血的井水，而格罗马什对于这股能量是再熟悉不过了。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提到过，在阿克蒙德的命令之下，马洛诺斯和提克迪奥斯来到了卡利姆多的灰谷地区，准备削弱这里的防御力量，然后迎接恶魔的入侵。现在恶魔们认为，在卡利姆多大陆上能够对燃烧军团造成威胁的，就只有暗夜精灵和那些帮助他们的荒野众神，因为在上古之战中，他们都曾激烈的反抗过军团。所以如果军团要想攻占第2座永恒之井，就必须先除掉以塞奈留斯为首的荒野众神。而为了削弱塞奈留斯的力量，马洛诺斯和提克迪奥斯将古尔丹之炉带到了卡利姆多，他们将邪能魔法灌注到神器中，使其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借由这件神器，恶魔便可以腐化灰谷的森林，削弱塞纳留斯的力量。只不过这一过程会进行得非常缓慢。正在这时，恶魔看到战歌兽人出现在了灰谷中，距离他们上一次喝下马洛诺斯之血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恶魔的诅咒仍然残留在他们的血脉中。这股血脉使兽人极易受到恶魔领主的影响，变得嗜血而暴力。
提克迪奥斯立刻想到可以利用兽人来帮助他们除掉塞纳留斯。马洛诺斯则认为兽人完全不是塞纳留斯的对手。提克迪奥斯建议让马洛诺斯为他们补充恶魔之血，只要兽人再次喝下恶魔之血，他们就会变得势不可挡，足以击败塞纳留斯，同时也会让他们再次成为军团的仆从。于是马洛诺斯将自己的血洒到了池子中，借由这股腐化的能量将兽人们吸引过来。就如同恶魔预料的一样，格罗马什找到了装有恶魔之血的井水。巨魔巫医提醒格罗马什，这井中有强大的力量，但也散发着恶魔诅咒的臭气。可格罗马什不在乎什么诅咒，他只知道若想让他的族人在与塞纳留斯的战斗中活下来，就只有喝下井水得到力量这一条路。格罗马什认为这是他们的唯一机会，他无法继续抵挡这股力量的诱惑，于是便喝下了井中的恶魔之血，而氏族中的其他人也照做了。再次喝下恶魔之血的兽人变成了邪兽人，皮肤也由绿色变成了深红色，恶魔之血在兽人的体内再次奔涌，借由这股力量，他们横扫了整个灰谷，暗夜精灵部队也被兽人们彻底击垮了。即使是塞纳留斯也敌不过邪兽人那邪恶的力量。最后格罗马什的战斧深深切入塞纳留斯体内，杀死了塞纳留斯。之前有观众问我，为什么在此处塞纳留斯被杀死后来又出现在了魔兽世界中呢？这是因为作为荒野之神的塞纳留斯在此后会回归翡翠梦境，而 9.0 的新设定则是会去到赤蓝仙野。不管是翡翠梦境也好，赤蓝仙野也罢，总之是在一定时间后，荒野之神会再度回归艾泽拉斯。再说回到剧情上来，当格罗马什杀死塞纳留斯之后，格罗马什见到了深渊领主马洛诺斯，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这股力量来自何处，想要后悔，但却也为时已晚。喝下恶魔之血的他们只能再次屈服于马洛诺斯的意志，格罗马什口中的自由也彻底沦为了笑话。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十爪山脉这边。就在之前格罗马什与暗夜精灵作战的同时，塞尔和吉安娜带领各自的追随者进入了十爪山脉。在部落这头，他们通过地精飞艇侦察发现，上山的道路被联盟的防御工事完全封锁了。正在萨尔发愁的时候，凯恩来到了萨尔面前，他是为了报答萨尔之前帮助他们的恩情而来。面对人类的封锁线，凯恩表示栖息在附近的双毒飞龙会对部落大有帮助。接着萨尔与凯恩带领人们从阴森人的掌控中解救了双毒飞龙，而双毒飞龙为了报答萨尔等人，允许部落士兵骑上他们的身子去作战，于是部落便有了全新的作战单位御风者。在部落有了御风者的帮助后，他们也顺利地抵达了十爪山的顶峰。刚到这里，他们就发现人类正在向山顶的洞穴入口走去。萨尔意识到这应该就是格罗马什说的普罗德摩尔，看来联盟也是来找神谕的。凯恩提醒萨尔，人类很有可能在山洞中设了埋伏。萨尔则表示自己是被人类养大的，他们的那点小伎俩自己很清楚。随后萨尔和凯恩便带领部队进入到了洞穴中。在洞穴内部，他们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为了能够快速找到神谕，萨尔与凯恩决定分头行动。在山洞中，他们遇到了不少怪物，还有阻挡他们前进的联盟部队。但是在齐心协力之下，他们还是来到了最深处的房间。在那里，他们与吉安娜的部队相遇了，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就在双方准备展开搏杀时，麦迪文出现了。看到眼前这个头戴兜帽的人，吉安娜和萨尔都愣住了。注意，在上帝视角的我们来看，先知就是麦迪文，但从吉安娜和萨尔的视角来看，这人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姓名，他们只知道对方是个先知。但是为了方便解说呢，我后面还是会直接称呼先知为麦迪文。麦迪文告诉萨尔与吉安娜，正是自己劝他们来到卡利姆多的。麦迪文知道现在是将萨尔与吉安娜争取到自己这边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决定不再隐瞒任何事情。他告诉萨尔，吉安娜是罗丹伦幸存者的领袖。萨尔不解，当初他带领族人乘船出发时，罗丹伦联盟还安然无恙，怎么这会儿就变成是幸存者了？麦迪文解释，在萨尔走后，罗丹伦遭遇了一系列变故，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燃烧军团。现在军团的入侵已经开始，在东部王国沦陷后，他们又将魔爪伸向了卡利姆多。眼下只有齐心协力才有机会对抗军团，否则整个世界都难逃被毁灭的命运。为了让眼前这两个互相敌对的势力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麦迪文向他们展示了如果不相互合作会带来怎样的可怕影响。格罗马什和战恶氏族已经在恶魔的影响下屈服了，如果不团结起来对抗军团，这将是等待所有人的命运。有关格罗马什的消息令萨尔感到惊恐，因为他早已发过誓，绝不让他的人民再次经历旧部落那种黑暗的日子。如果实践誓言的唯一方式是与联盟联手，那他绝无意义。可是在吉安娜看来，与部落合作是疯狂之举。麦迪文向吉安娜再一次强调，为了艾泽拉斯的未来，联盟必须与部落同仇敌忾。
在一番思索之下，吉安娜最终认同了麦迪文的想法。因为吉安娜过去在达达人学习的时候，曾零星了解到一些有关燃烧军团的知识，每次看到相关的记载，她都深感恐惧。如果燃烧军团真的再度来袭，那么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军团的到来，就算要与过去的敌人联手，也在所不惜。于是萨尔和吉安娜勉强签下了一份休战协议，虽然他们都不完全信任彼此，但都愿意为了大敌放下过去的仇恨，暂时通力合作。这是历史上联盟与部落的首次合作，而面临他们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被恶魔控制的格罗马什和战歌氏族。在离开石爪山脉后，联盟与部落一起来到了贫瘠之地的边缘地带，准备向着格罗马什和战歌氏族的营地发起攻击。萨尔从未想过有一天竟然要对自己的族人拔刀相向。接着，吉安娜交给萨尔一颗灵魂宝石，这颗宝石可以捕获格罗马什的灵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格罗马什从恶魔的掌控中解救出来。萨尔非常感激吉安娜的帮助，他表示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与联盟并肩作战。在吉安娜走后，凯恩感到萨尔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悲伤。是的，这份痛苦与悲伤来自于萨尔的责任。他的兄弟与族人再次陷入恶魔的掌控，令他心碎不已。因此，他要尽全力去拯救他的族人，绝不能让族人背上勇士的诅咒。战斗打响后，萨尔向战歌氏族发起了攻击。然而，战歌氏族沉醉于恶魔之血的狂怒之中，他们也向联盟与部落发起了同样猛烈的攻击。尽管如此，萨尔还是忍痛干掉了那些陷入混乱的战歌兽人。随着战事的推进，天空突然变得通红，萨尔立刻让所有人提高警惕。军团的地狱火砸进了战场中央，向联盟和部落的基地发起了进攻。看来军团的入侵已经全面展开，这更加坚定了联盟与部落联合的决心。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与恶魔战斗到底。最后，在击败了在场的所有军团恶魔后，萨尔也成功的俘虏了格罗马什。在联盟牧师和部落萨满的净化魔法之下，终于清除了格罗马什体内的恶魔之血，让他又从红色的皮肤变成了原本的绿色。直到此刻，格罗马什才终于恢复了理智，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愧疚与耻辱。萨尔不需要格罗马什的道歉，他需要格罗马什帮他拯救其他兽人。格罗马什缓缓说出了马诺诺斯的名字，正是那个恶魔主导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必须到灰谷东南方的峡谷中去迎战马诺诺斯。接下来，格罗马什和萨尔沿着恶魔的足迹来到了被邪能腐化的峡谷中。刚到这里，他们就听到了来自深渊领主的嘲笑声。在深渊领主看来，这两个兽人并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低劣的兽人只是在自寻死路。萨尔不堪其辱，用尽全力掷出毁灭之锤，但这一击却被深渊领主轻易的挡下。恶魔继续嘲笑萨尔的攻击很有胆量，但却都是徒劳。接下来，马拉诺斯向两个兽人发起了冲锋，并用武器重重的砸向他们。萨尔和格罗马什急忙向两侧躲避，可萨尔还是躲避不及，被砸飞到岩壁之上，昏迷不醒。马罗诺斯继续嘲笑格罗马什的复仇绝不可能成功，因为他已经无药可救，灵魂中的邪火已然与恶魔无异。然而，马罗诺斯低估了格罗马什心中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只见格罗马什发出咆哮，举起战斧奔向深渊领主，发起了致命一击。这一击深深嵌入了深渊领主的胸口。随后，马罗诺斯的身体开始破裂，体内迸发出的血能将深渊领主炸得粉碎。格罗马什也在爆炸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在格罗马什临终的前一刻，萨尔拖着重重的身子来到老友身边。奄奄一息的格罗马什告诉萨尔，他眼前的血雾终于消散了，体内的邪火也彻底熄灭了，他终于救赎了自己。萨尔则告诉格罗马什，他不仅是拯救了自己，而是拯救了所有的兽人，把他们从恶魔的血之诅咒中彻底解救了出来。在此之后，兽人们将格罗马什地狱咆哮奉为他们最伟大的英雄。他所牺牲的地方被称为屠魔峡谷。每当收获节来临，就会有许多兽人来到这里朝圣，向这位将他们从军团诅咒中解救出来的战士致以敬意。到这里，兽人战役的剧情就结束了。虽然马东诺斯倒下了，但他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塞纳留斯已死，来自暗夜精灵的威胁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恶魔大举入侵卡林姆多的时候终于来了。麦迪文唯有集合起所有智慧种族的力量，才能对抗燃烧军团。现在就只差暗夜精灵了。所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介绍暗夜精灵战役的剧情，大家敬请期待。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还请多多点赞支持。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